今年1月份，大概有5到6位西方的这个国家元首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平均8年没有来过北京。为什么？美国不准。那所以斯凯尔说，过去首相的失职，这不是的，是美国不准。那现在呢，美国要砍过来了，你当然必须要赶快去跟你基于你自己人民的经济利益、国家的外交利益要去做平衡。欧盟现在跟印度也跟越南在讨论经济的协议，所以你现在看到加拿大来。英国来，英国还现在签了10个这个协议，甚至要跟中国在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研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来自于美国重量级经济学家克鲁曼，他现在提出了一个有关于新世界的一个观点，他认为全世界都会要跟美国离婚。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到克鲁曼特别指出了呢，主要就是因为川普的原因，导致大家都想要跟美国离婚。那他认为说，美国接下来会从这种富强的国家转向贫穷的一个后果，是他特别要注意到的。尤其现在要离婚的第一个国家，而且最具有指标性跟冲击性的，就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了。英国首相施凯尔这一回转向了跟中国大陆来做合作，他带着50多位的企业高层到中国大陆去做访问，见了习近平主席之后，我们看到他说什么？习近平说呢，他特别提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要以和而贵，他特别好像也是在讽刺美国。他说，强权政治甚嚣尘上，那么国际秩序正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国应该要带头，否则就会退回过去的丛林世界。施凯尔怎么说？他认为说，英国这种大国是不应该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的，忽略中国这件事情，他认为是很不明智的一个决定。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英国现在也不甩川普了，自己走自己的路，要跟美国离婚吗？那还是说世界都现在逐渐的转向要跟美国离婚？如克鲁曼所说的，老师怎么看？克鲁曼说，世界主要各国，尤其是新西方，我把它叫新西方，那开始要诉请跟美国离婚。那当然主要指的是经济跟外交层面哈，现在还没有到军事上面的切割。其实我觉得就像是一个跳船潮，船长带的这艘船不只是要去撞冰山呐，他根本拿着刀在砍自己的船员呐。那你身为船员你怎么办？你只有往外跳。那同时你看到另外一艘跟他一样大的这个船接近。而航行的很稳定，这个时候你当然这种不是说跳这个船到另外一个船，那就是变成选边。施凯尔说，其实他不是在中美之间选边，当然但是你放弃跟美国的联盟了，经济上或者是外交上的联盟。那我们以前讲也就是叫结构现实主义。当一个大国有绝对主导的时候，其实中等国家都跟他去做联盟。寻求安全的保障，寻求市场的扩大，寻求外交上的结合。可是，当另外一个大国崛起而出现这种竞争状态，甚至多极体系出来的时候，那自己本身原来做老大的自己本身脾气开始变得暴躁，然后呢，开始在针对其他国家的主权、核心利益做指指点点的时候呢，这些国家就开始要脱离这个联盟。经济、外交上联盟，目前是这样子，还没有到军事上。那当然，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过去8年平均呢，今年1月份大概有5到6位西方的这个国家元首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平均8年没有来过北京。为什么？因为美国不准。那所以斯凯尔说，过去首相的失职，这不是的，是美国不准。但现在呢，美国要砍过来了，你当然必须要赶快去跟你基于你自己人民的经济利益、国家的外交利益要去做平衡，要去做。就是这个外交的动作，然后呢，要部署更为大的这些地缘经济跟政治。所以不止如此，欧盟现在跟印度也跟越南在讨论经济的协议。所以你现在看到，加拿大来，英国来，英国还现在签了10个这个协议，甚至要跟中国在做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可行性研究，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因为英国是第2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中美之间的这个权力结构的变化，当然也会导引了过去传统美国核心盟友开始在寻求新的布局、新的平衡，尤其是5眼联盟的加拿大、英国。然后呢，澳洲老早就做了新布局，纽西兰
这个比较没有大的这个冲突，其实美国的核心的朋友都渐渐的远去，大家都诉请跟美国，我要离婚。好，两个重要的这个美国最亲密的盟友都要跟美国离婚。刚刚除了提到英国之外，还有加拿大。那这个离婚现在呢，还没有在军事上面的离婚，而是在经济上面离婚。那转向的是中国大陆。那我们也看到说，包括了英国跟加拿大，在最近其实跟中国达成了很多在经济上面的重要里程碑。先看英国拿走了什么样子的里程碑？英国跟中国已经讲好了，因为斯凯尔这次访中嘛，所以接下来英国民众入境中国可以享30天的免签，威士忌酒的关税从5%降到10%，降到5%。再来加拿大呢，它有达成了什么样的一个跟中国的关系哦？这个卡尼去谈，谈下了什么呢？包括它的油菜籽、龙虾、螃蟹、豌豆、农产品的关税大幅下调。重点来了，这个电动车的关税可以说是大幅的下调，从100%一口气直接降到了6.1%哦。那么加采购这个65万公吨的芥花籽，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释放给加拿大的利多。再来看，就是说，川普因为加拿大做了这些动作，还有英国做了这些动作，非常的生气，所以他就跟加拿大说，接下来我会对你加征100%的关税，因为呢，你跟中国做生意，并且呢，他说呢，如果你加拿大不加速通过美国的湾流飞机认证，我会对你的飞机再加征50%的关税。他说跟中国做生意是非常危险的。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英国或者加拿大啊，它也不要说完全都是依赖美国市场，要说要寻找那个替代市场啊，因为美国它给你加关税，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拿英国来看好了，英国在去年，跟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英国是享受的是贸易逆差，因为它向美国买的多，像美国买飞机，美国波音公司的飞机，英国在买，还有像美国买石油。美国石油卖给英国，所以英国是在去年它的贸易，它是大概有12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美国是赚英国人的钱呢，是这样。那英国要赚谁的钱？看到中国大陆，希望往中国大陆去发展。同样的，加拿大也是想要赚美国的钱，因为加拿大第一贸易对象美国嘛，我们两个边境相邻。那现在美国在这方面的加大这个关税，那他也要寻找替代市场，所以这个找替代市场。是这个英国首相斯凯尔啊，你也就是有效法这个加拿大卡尼的这一方面的这个做法，就一起就去往中国大陆就去了。第二个原因呢，这个要降低依赖性，要保持弹性原则。你不能只压单边。加拿大第一对象是美国，英国第二对象也是美国，你要保持弹性原则。你一直都靠美国，那如果美国给你加关税，你就没有翻身哦。因为关税大棒打下来，你能够怎么样？你就要来承接啊。那现在川普上任，的确是在做关税战，在做贸易保护，所以那这个你要保持弹性原则，没有弹性原则不行。那第三个，最后我们讲了，美国的政策就是不稳定，川普一下是那么多，一下又要向下调，一下又要做什么？那你这样子给他走太近，他不稳定呢，你是不是跟着不稳定？中国大陆相对的比美国稳定，没有说关税战打来打去，那当然跟稳定的做对象，因为大家。贸易的风险谁都承担不起来，跟稳定的这个变数少的来做生意是比较有保障，不要跟那个不稳定的做生意，到时候吃了亏吃了闷棍，那不是倒霉了吗？所以我认为这个3个原则让加拿大、让英国斯凯尔不得不对中国大陆这一方面来做加码。所以确实哦，在2026年才一开始，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英国跟加拿大不断的跟中国大陆有更多更紧密的谈判，许多的国家在今年的1月份就已经跟中国大陆做更多的拜访。那现在有很多的国家现在是说排队要跟中国大陆见面。我们先来看到，包括1月跟2月有哪一些国家？1月份刚刚提到了加拿大跟这个英国之外，再来就是南韩总统李在明，还有爱尔兰总理跟芬兰总理。2月现在说呢，会预估。排队接力上去见中国的领袖，希望能见中国的还包括了乌拉圭总统跟德国总理贝尔茨。再来欧洲，同时也看到了南亚、印度市场的一个重要性，所以呢也签署了 FTA，希望能够吃下整个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20亿人口的市场，全球贸易量占全球 GDP 的25%。那厉将军怎么看川普的关税到底害到谁？你有没有发现，从美国川普从去年开始，他弄对等关税以后，他就不断的借着关税在威吓其他的国家，
包括它的盟邦国家哈，譬如说格陵兰哈，这个你们有8个国家那时候反对嘛，这个美国川普占领格陵兰，那他就扬言要对这个8个国家加征10%的关税，甚至于说是到6月1号，如果说格陵兰它还没到手的话，要加征25%哈，然后他又说对印度也要加征关税，如果你继续再买俄罗斯的石油，我要加征你50%的关税。那现在又对英国说，因为英国跟中国贸易走了近了啊，跟中国这个不管是开放让中国的电动车可以进来，关税降低哈，那中国也跟他买这个油菜籽油哈，他就要对加拿大加征100%的关税。正如我们刚刚前一节所讨论的，你们产油国家如果卖油给古巴来讲的话，他也要对这些国家加征关税。可是川普到处要加征关税，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其他的国家都互相在减关税哦。这个中国对加拿大对中国，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汽车关税，电动车减了从100%减到6.1%而已哈。然后尤其是最明显的是欧盟跟印度彼此签了所谓自由贸易协议。那这两个地区，应该讲说2个地区了，欧盟跟这个印度来讲的话，总共占了人口有20亿哈，然后 GDP 占的全球贸易量有到25%这么高。你知道它关税降到多少吗？这2个国家签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后，他们关税降到90%，只降到90%以下。美元跟美债这个时候双杀，全球是否已经出现了卖出美元资金大逃杀的这一种趋势呢？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因为我们其实可以观察到，2026年才开年不到1个月，金融市场就已经开始出现到一些风暴的前奏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几个指数，美元指数单周不断的暴跌，创下从去年4月以来已经是一个最差的表现了。包括可以看到美债跟美元都在同步走弱，现在资金正在逐渐的撤离美国当中。我们来看到，包括了这个是来自于巴龙周刊也特别说了，现在世界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他认为就是弱势美元的时代已经正式的到来，而导火线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了。因为呢，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最近地缘政治很动荡之外，包括川普在处理格陵兰的问题，他不断的用关税来胁迫这些欧洲国家，让这些欧洲国家也认为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不断的下跌，他们也在卖出美元，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结果我们就是可以看到，不管是股市在跌，或者是这个债市在跌，或者是汇市跌，避险资金现在已经逐渐的往其他的地方去流动了。各国现在买什么呢？买的就是黄金。波兰可以看到央行它增持了150吨的黄金，欧洲、印度、亚洲机构全部系统性的就是要把美债给减持掉，而避险资产现在呢也在掀起全球的资金开始往这个地方在不断的走。经济学家说啊，一旦失控，如果美元持续的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不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川普好像也没在怕，他认为说，美元就算上下波动，这也都是正常的啊，反而会不会有利于美国我们在这边的出口的竞争力反而更加的好呢？那包括了知名的投资人，他也说了，全球资金他观察到正在撤离美国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世界正从贸易战走向了一个资本战争，这是来自于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的发言。赖老师怎么看？有没有发现这个卖出美国的一个风潮在全球兴起？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在移动啊，但是它并不是说川普这1年内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趋势移动。事实上是拜登时代就是拜登的4年跟这个川普累计而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最早的导火线是来自于这个俄乌战争的时候，美国跟欧洲对于俄罗斯的海外资产的非法冻结跟没收，我觉得这个引起了很多国家他内心里面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跟不安。首先，他们把俄国赶出 SWIFT， 所以你就看到了很多国家就开始去另制一个避风港的一个系统，也就是本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数字化货币交易的问题还有就是另外的区块链的问题，来去回避这个 SWIFT 的影响力。所以等于是经过这么多年以后，我们看到 SWIFT 的影响力在往下降，它的份额在减少。
那么本币交易的这种清算银行的机制再建立起来，区块链的建立的机制再建立起来。所以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当初去把这个 SWIFT 这一个本来是一个经济工具，把它政治化、安全化之后造成的后遗症，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他把俄国的海外资产冻结，这个形成了很多国家对于欧美国家的不信任，特别是对美国。所以你看到从那个时候开始，从俄乌战争冻结开始，中国大陆就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开始抛美国政府公债，就不断的在抛，那么一部分一部分的在抛。中东的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富豪。很多他们也做同样的动作，都在抛美国政府的公债，也就是说买一些美国政府美国私有企业的资产，但是在抛售美国政府公债的情形下，他们在做移转。第三个，他们的动作，这个就是蔡委员一直在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增持黄金，也就是说，很多国家就开始发现，就是说，如果经济的动荡不安时代来临，那金本位制当时也是。俄国的金本位制帮俄国度过了那个难关，那大家就会去核算我的黄金的储量够不够。那如果你不是一个黄金生产大国，那你本身的风险就升高了。所以很多的国家开始有节奏的、有计划的在增持黄金。可是又由于美国他们去没收、冻结别人的资产，他们对于美国把黄金放在美国、放在欧洲又不信任，他们要把它搬走。那像中国大陆就在上海。成立一个黄金市场，就是黄金我不放在那边了，我要搬回来运走，这个会对于欧美的国家，对于离开美国，当然就构成影响了。所以您所提到的有关于大家都在走的时候，再加上川普上来了以后，川普就成为推倒这面墙的最主要的推手了。因为第一个他的关税，第二个他的胡作非为，然后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大家对于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未来，然后不看好的情形下的时候，你看美国政府的公债不断的在抛售，原来就大陆嘛，可是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是看日本，如果日本也守不住的话，那大概美国就完了。因为日本是最听从美国的，也最怕美国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了日本为了要救自己的日元，开始在抛售美国政府的公债，然后开始要把这个钱拉回来救日元的时候，我想这个大概就是美国的终结日吧，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连日本都走的时候，那欧洲的国家你要看欧洲其他的国家走的幅度有多大。现在是丹麦走第一步嘛，可是问题就在于要大国出来走才有效。对，那欧洲的大国如果出来走的时候，这个才是美国政府美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讯号。所以我个人觉得，目前来说这个趋势是有了，但是你说要把美国推倒，到目前看起来还不到了。但是要这些大国都站出来才有效。是，那同样的问题，委员又怎么看哦？那也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真的不断的出现弱势美元、卖美债美元，这后果不堪设想。委员怎么看？都不会。我一再鼓励呼吁中国大陆要把自己建设成一个金融强国。不要只是制造业强国，什么世界市场、科技强国，少了金融强国，你就是不是强国。美国最强的就是它的金融强国，在全世界打遍天下，没有敌手。为什么？我再举个例子，中国大陆去年非常开心，我也很高兴，就是它的贸易的顺差1兆2000亿，对美国贸易已经降到了15%以下，它全世界的贸易顺差还1兆2000亿。可是不要忘记哦，这1兆2000亿啊，1兆。其中1兆都是用美元收入，它不是用其他货币收入，不是用人民币啊、日元，都是用美元收入。那你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把这个1兆美元的收入，只是一部分放在口袋，其他散在银行、散在民间、散在外销企业里面去。那你为什么不买别的？你为什么不收黄金？就是因为美国有一个全世界最大的资本市场。它的银行系统加证券市场加起来所构造的一个金融强国，目前无可取代。那你说中国大陆出口了，你说我出口到印度，我拿印度币，你敢吗？我出口到欧洲，你敢拿欧元吗？你出口到日本日本拿一点，最好还是拿美元，对不对？跟台湾买东西，台湾一定跟你要美元，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成为金融强国，是我对他们一个期待。好，但是
美国作为金融强国，短期内没有人可以取代它。就是那你说美元会不会波动啊？他在喊说美元只是单周暴跌，它跌多少5%，就是单周暴跌。对，我们那个新台币蹦一天都不止5%了，还被我骂得臭头，对不对？好，那再来哈，这个美债跟美元是没有关系的，美元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货币，最大的储蓄。所以大家在抛美元买黄金量还是很少。如果全部买美元抛的钱买黄金，像黄金不知道应该1盎司至少是10万块美元吧？恭喜啊！就是还没到那个行情啊，没有那么多，就开始人家准备而已哈。那这个资金美债是因为美国要赤字那么大，川普要花那么多钱去搞国防啊，那要印钞票啊，要卖公债印钞票，那公债当然跌，利息当然上。可是他就要换联储会主席，要把这个利息压下来，就要印钞票啊。那印钞票，美元就更跌，所以这个绕那个循环，那会不会倒？不会倒。所以刚才赖教授讲，他就是不会倒啊。那你说资金正撤离美国，哪有撤离美国？中国大陆整天收那么多美元啊，现在全世界收美元最多的就是中国大陆啊。他美元买了，他该怎么办？就是要去做一个资产的一个管理。那我要不客气讲，中国大陆现在的金融管理能力跟美国还有很大的距离。那科技已经慢慢赶上了，就是在金融管理这一块，那是谁耽搁了呢？平常心讲，就上一届的央行总裁、央行行长，那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把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金融系统该升级的时间给耽搁了。当然，可能跟他们那个整个国家领导人不懂金融体系，那一直以为我制造业才重要，好像去金融业上班啊，就是赚大钱，可是又不用努力的啊，这两码子事啊，这两码子事。你在金融界你就被人打扁脸嘛，所以我是觉得以目前来看，资金不会撤离美国啊，只要中国大陆继续收美元，怎么会撤啦？没有人会撤啊，对。那你说弱势美元，美元弱势强势有一定的幅度啊，有一定的幅度啊。那说世界从贸易战走向资本战争，这个乱讲。贸易战还有关税什么东西？那什么叫资本战争？你要给我买货物，我不收美元，我是叫我收什么？对不对？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啊。那你说好，我拿美元，我只是不买美债，可是我要买什么？钱还放在美国银行里面啊？还是存在美国银行里面收利息啊，或买企业债券、买理财产品、买 ETF， 只是不买美国政府公债，那你在跟我讲笑话吧，对不对？所以我认为这些都是危言耸听。还有那个经济学家什么温信，我没听过，他是个肉收银行一个小银行的经济学家。一旦局势失控，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已经局势早就失控了，后果不怎么样，美国股市照样涨。好，所以一样的问题，请教厉将军，就说到这个美国股市照样涨，但是国内的实体经济感受不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厉将军。最近这段时间黄金疯狂的涨去年涨了64%，今年才1月还没结束嘞，就已经涨了快20%这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妖风还挺大的。那这个妖是谁呢？我觉得就是川普。那不就是你川普这一段从你就任总统之后，美国总统之后这一番的操作，然后让整个美元走向贬值，那当然就推升黄金向上那我认为这个会造成黄金这一波的涨幅当然第一个是跟这个美国你跟这些盟邦国家，包括你这个要攻打要强占格陵兰，还有你的关税政策把所有盟邦国家都得罪了。虽然说短期之内这些国家对你来讲经济上面可能也伤不了你的这种要害可是等到大家都共同有这种理念的时候，那所谓有一句话叫墙倒众人推。我们现在看到丹麦，它虽然说是抛售美债，只抛售1亿美金虽然说金额不多，可是会不会起一个带头一个风向的作用？第二个，美股现在在涨，我认为涨的大概都是科技股为主了最近这段时间，包括 NVIDIA 或者是说一些科技股，主要是他们在大涨对于民生来讲，其实不会有太大帮助。第二个，美股会涨，代表的是我认为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什么人才会去买股票呢？
当然是有钱人才会去买股票嘛。我记得 SARS 那段时间，美国这个大撒币补助那些人的钱以后，有2种人，一种就是我只是这个租房的人，我收到钱以后，我当然就赶快把我房租还掉。那房东他除了收到第一笔美国给的钱之外，他又收了房客给他的钱。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多了钱放哪里？他就去买股票。我觉得美国股市涨跟这个有关系，跟他这个大印钞有关系，跟科技股飙涨也有关系。因为总是钱就这么多嘛，那为什么都跑到美国去，都跑到股市去？但是我们要注意到，就是美国基层民众是怎么样过日子。我觉得美国很明显的哈，它大概90%的财富哈。集中在10%这个金字塔高端的人，那这些人在炒作股票。事实上，后面的90%，我们看到美国基层的民众有很多生活是在斩杀线之下哈。对，万一一旦他这个生活面临了困境，譬如说他要看病就医，要花到他们斩杀线指的是400块美金，要花超过400块美金，他可能房贷就交不出来了。可能人生立刻从一个正常生活跌落到变成一个游民的阶态。所以说，我们不要看美国股市涨这表面现象，你要看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们生活还是在这个斩杀线的边缘，在那边讨生活的。接下来要赶快来看到在美国自己内部的动乱，这是来自于 ICE 因为无辜的他们就是击毙了这些无辜的平民，引爆了美国自己的内战，而且是在3周内2位平民遭到 ICE 给枪杀，引爆了全国怒火。现在川普的不满意度已经高达了58%，传出美国恐怕再度关门。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这2起包括3周内2起来自于 ICE 的这个枪杀，是击毙了2名手无寸铁的美国公民，分别都是在37岁，第一位是在1月7号，这一位是37岁明尼苏达州的白人女性遭到枪杀，所以美国民众非常的愤怒，走上街头抗议。第2位是在1月24号，前几天而已，同样也是37岁，这一位是男性护理师，也是白人，他叫做普雷蒂。他在抗议的过程当中跟警方发生了拉扯，被 ICE 击毙。纽约时报特别做了一个披露，他们觉得这一位护理师是非常无辜的，原因是因为他当时被警察扑在地上的时候，手上他拿的是手机，并不是任何的武器。被压制8秒的时候，特工才大喊说他手上有枪，但是呢，随后2-3名特工在5秒内又持续对他开了10枪。这画面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引爆了全美的怒火，数千名来自于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民众在零下22度的低温当中走上街头抗议，要求 ICE 滚出社区。然而，我们来看到的是，川普不但不忽视这一些声音，还直接在这个他的社群上面痛批民主党，说他们拒绝和 ICE 合作，庇护这一些治理民主党治理庇护这些城市和州，拒绝和 ICE 合作。他们还鼓励左翼的政治煽动者非法阻碍我们对最恶劣之人的逮捕行动。传出川普现在还要考虑动用叛乱法，强化 ICE 的执法力道。赶快来看到最新民调，只有39%的民众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那么我们来看到川普的铁粉也是这个忠实粉丝也是不断的在减少，对于反对者对川普已经上升到53%了。现在很少人愿意支持川普，干哥怎么看？我跟你讲明尼亚波利斯市长他讲市长讲说你 ICE 可以滚出我们明尼苏达州了，他讲得真好，有 guts。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海关执法局他当时对于这个普雷蒂他是白人强调他是白人他是一个什么？他是男护士在台湾讲法叫做护理师。男护士在当地，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热情的人。他其实那个时候在就是抗议事件中，他在指挥那个交通，所以他其实老实讲，但是他的动作比较大，我们侧面了解。那但是呢，他右手有拿一个东西。那当那个安全部队在靠近他的时候，他曾经有说：“你们退后 ，back， 你不应该对于这个抗议的人士进行压迫式的那种行为，那种包围的行为。”所以普雷蒂那个时候是站在抗议民众这边。坦白讲一句，他当时拿着手机在挥舞的时候，安全部队，我跟各位讲不管是 FBI 或者是 DEA 美国缉毒局或者联邦调查局，那标准的作业就一定是一起喊 free
，free 就什么，就是不要动啊。然后如果你手上有任何东西的话，他们就会讲 drop your weapon， 把你的手上的武器丢掉。你的手机也是武器，drop your weapon。如果你有任何武器，你通通要从手上丢掉。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有执法开枪的合法性。这是，就说美国国内的法律就是这样，就说当他们认为这是紧急事件，已经威胁到干员的生命的时候，他们就可以直接执法了。它不像有很多国家只能够用催泪瓦斯或是子弹。当然，在这个过程之中，他们还是用了很多催泪瓦斯。在这种情况底下，普雷蒂就真的被打死了。然后现在 ICE 在他身上说：“我们查到了9厘米的克鲁格手枪啊，那这个是他身上的。但是我们承认普雷蒂他有用枪执照，这个东西到了法院还可以拖很久。我现在先跟各位讲，除了这件跟上次大家知道那个三宝妈古德之外，已经死了2个人，还有6个人在 ICE 的这个就是他们的执法过程之中死在拘留所里面。川普，你要怎么解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美国的内乱还会继续再上升。好，这个是普雷蒂之死哦，引爆了民众走上街头。那其实非常多的政治人物、知名的政治人物跟这个影视界的人物也出来做了抗议。我们先来看到，包括了前总统奥巴马发文说，美国价值正受到攻击警讯。令人心碎的是，这是美国人的警钟。克林顿也呼吁民众挺身而出哦。娜塔莉波曼则是说呢，谴责 ICE 是人性最恶劣的行径。多位民主党的参议员也强势的表态，反对 ICE 及相关的拨款法案。如果法案卡关，美国联邦可能再度的面临关门危机吗？大师怎么看？对，这里面就是说出了太多的事了，而且他执法的手段很有问题。ICE 现在变成好像是一个盖世太保的部队，不受任何法律有关逮捕的程序，或者说法律上的各种保障人权的措施的影响。最荒谬的是，他们居然戴着面罩去执法。法律代表的正义，法律代表的这个尊严，你应该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脸上戴面罩嘛？怎么执法的人脸上戴面罩？他一开始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就不赞成，说你为什么要让他们戴面罩？他们是做着见不得人的事嘛？对啊，你既然执法，你就要光明正大。美国的警察，我觉得200多年传统，还没看过警察戴面罩执法的。警察就是代表正义啊，代表法律啊，对不对？你怎么会执法的人都戴着面罩？那这里面这个部队呢，它成立的很快，它跟过去的这个治安的部队都不一样，所以而且它这个待遇很高。那对这些工作有兴趣的，你比较合格的，那很多都是什么？退伍军人。退伍军人在执法的时候，他的受训是在战场上的，对不对？跟你一般的警察执法人员是在社会，在自己的人民之中2回事啊。所以这个 ICE 的执法到现在，真的如果任何的政府都应该要检讨一下，打死的你也没打死非法移民啊，对，你打死的是合法的公民啊，那你不是搞得人人自危吗？你搞得人人自危，而且他们这个常常冲进人家的工作场所里面去抓人，然后你看现在美国在街上就在逮人了，你知道街上为什么逮人？你长得像非法移民，你长得不像这种所谓架杠这下美国人的话，他就要把你拦下来问，所以美国现在人人自危，这个情况我觉得川普如果让他这种情况再继续发展下去不是只有明尼苏达非法移民占美国是20名以外，最大的非法移民聚集带在哪里？在德州，在加州。哎呀，那些要动起来的话，那川普可能这个政权可能都招架不住。是，川普现在要头痛，那美国有没有可能引爆内战呢？上志哥又怎么看？其实要到内战这个还是要很激烈，主要是要武器啦。虽然美国枪支没有管制，不过我们接下来看，我倒觉得现在对于川普的影响还是有比如说这2天他突然就是说宣布要对韩国又加税，那这个东西的突然性没有前面的一个逻辑因果。
有可能就是包括这个国内那么多这种麻烦事情。要知道，国际上有很多事情，国内好多事情，但是国内的这种体感温度跟直接的冲击，对任何的所谓领导人都是更直接的。我想，其实，在整个美国总体的状况，死一个人 ，ICE 像先前那位女士，到现在死第二个人，它真的不是人数的问题，它确实是一个所谓民意人心，其实是有个边界。承受的边界，往往它不是1、2、3、4、5、6，第7个人大家就会爆发变内战，它不是个量级的，而是最后在整个裂解当中很多的所谓价值的新仇旧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川普方面，他呢就是还是执行他的价值 ，ICE 就是力度的执行，其实没有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看整个美国的这个整个的变数，真的就是民主党，就是刚刚先生讲，民主党可能就是要把 ICE 跟相关的预算卡掉，一卡掉之后。什么呢？美国政府会受到停摆的影响。现在在赌盘上已经认为，美国政府在今年这个月底1月底会停摆的赌盘超过80%。川普又在翻脸，对加拿大寄出100%的重税了。于是加拿大这一次号召中等强国一起来联合抗美。我们来看到集体导向去美化的国家，除了欧洲国家，还有澳洲等等哦。今天会来一起关心去美化是否全面扩散呢？川普这一次特别又在翻脸，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不久前在媒体上才跟加拿大的总理说呢，你如果跟中国达成协议，你就该这么做。看起来是好像支持卡尼的所有决定，但是又突然间对卡尼翻脸了，直接威胁加拿大说我会对你课征100%的惩罚性关税，而且是立刻的生效。公开把加国总理卡尼羞辱成卡尼州长哦，他这个还做了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纽约时报》做了一个分析，说川普为什么会突然间180度翻脸，就是因为卡尼戳中了川普的这个痛点哦。卡尼在达沃斯论坛上面宣告说，美国所主导的战后秩序已经正式破裂了，中等强国必须要一起团结抗美。好。但是真的吗？卡尼有办法抗美吗？就是因为加拿大的经济其实呢还是被美国牢牢的给掌握住。现在在加拿大出口占比75%以上，其实都是卖给美国的，只有10%左右是出口到中国跟印太地区的其他国家，而进口商品有一半可以说都是来自于美国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卡尼仍然是坚持持续的加强跟中国大陆的合作。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最近呢跟中国大陆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跟中国有更多能源的合作，也公开的号召中等强国一起结盟，甚至呼吁说我们要对抗外来的经济威胁，应该要购买国货才对。而且我们要看到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战打下去，到底对谁比较伤呢？目前做了一个统计，是96%的关税成本是消费者美国人自己买单，进口商自己吞下去，只有4%是由外国出口商来做吸收的。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来看到，为什么川普突然间针对卡尼态度180度大转弯？是因为卡尼号召所谓的中等强国一起来对抗美国吗？关税真的能够逼加拿大回头吗？还是说再次证明关税只会害美国自己被反噬呢？委员怎么看？真的是闹剧一场。怎么说闹剧一场啊？我们先看美国的进口货，我们不要打那个细微的数字。美国进口货里面大概15% 从中国，15% 从加拿大，15% 从墨西哥，而且美国要从加拿大进口的东西，从其他国家取得替代品都不太容易。比如木材，你从哪里运来？对不起，加拿大。比如说石油，对不起，最近的那个美国东北部地区的石油就是要靠加拿大，电力靠加拿大。那你说加拿大有出口很多汽车啊，很多东西到美国，对不起，那通通是美国公司。还没有一家是加拿大公司。所以制药的美国公司，做车子的美国公司。做了很多很多都是美国公司跑加拿大去投资，那因为边界没有关税，直接运回美国，而加拿大没有工会，所以比较没有纷纷扰扰，而且很多东西比较便宜，所以这个是美国公司跑到加拿大去投资设厂设公司，最后回来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你川普对加拿大课关税，你到底是课到加拿大，还课到自己的美国公司，还是课到自己的美国的消费者跟购买者？当然是刻到美国自己吧。这个卡尼怎么会在乎了？卡尼是经济学家出身的，他怎么会不懂这个呢？卡尼的学历大概所有的各国领导人里面学历最好的，
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牛津大学经济学硕士，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对啊，而且担任过这么多的重要的经济学的重要位置，全世界大概自古到今没有第二个啦。那他懂不懂？你克吧，你克啊，不会克到加拿大有限嘛，对赌。那所以川普这个要蒙个头胡搞。那再来第二个，卡尼走向中国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因为他现在进口货里面中国只占9%，但是他出口去到中国只占中国的1.8%，1.8%要加倍，容不容易？很容易啊。所以卡尼现在想一想说，那好了，我的石油产地在爱达省，隔壁是这所谓英属哥伦比亚省，我就拉个油管就到那个太平洋岸边了嘛，就直接由中国来载走，天然气也可以，然后这个石油也可以，所以而且中国要答应跟他买。所以这样子，它的石油产业就不要完全靠美国啦，可以卖给中国。那第一个解套，第二个农产品，哎呀，在中国那个市场，你多少给他维纳都被吸光了，所以它很快可以从目前的占中国进口1.8%，要升到9%，有什么难的？可是问题到中国的9%，到美国大概都降一半了，剩下你美国公司自己生产了，那你爱克吧？情变啊，他无所谓，所以卡尼是有这样一个算盘呐。但是川普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小心眼就是说他去演讲底下都嘘声，然后卡尼演讲底下一直鼓掌，他面子过不去啊，所以他不是真的因为说你跟中国达成什么协议，绝对不是，他这个人就觉得到任何的场合，我就是要聚光灯的焦点我要是全场里面最受欢迎的人，就发现他不是去 Davos Forum 竟然说被大家嘘，而且卡尼上光芒万丈，所以他这个东施在气西施太美丽这个没办法那你说要羞辱卡尼是州长，卡尼根本不会甩他，卡尼说讲得很白，他回去又对那个他的自由党的群众演讲，他就说他要跟美国坐下来好好谈，但是这个谈判是在2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哇，现场热烈，因为加拿大觉得他挺得过去，那加拿大挺得过去，但是卡尼说要跟中等强国合作起来抗美国，那是天方夜谭。什么叫中等强国？念给大家听，德国会吗？日本、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还有谁啊？还有这个韩国、墨西哥、澳洲。找不到人会抗美啊，所以我是觉得有人说欧洲觉醒了，我说是啊，欧洲觉醒了，但是精神觉醒肉体瘫痪这个没有用的。好，同样一个问题，请教杨老师怎么看？没有错加拿大出口的商品70%到75%是卖到美国去。加拿大对美国的投资其实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境外投资的 No.1。然后呢，卖到中国大陆大概是7%到10%吧，可是呢，正如刚才蔡委员很正确的点出来加拿大卖什么东西到美国？卖石油、天然气、木材、汽车零件，还有矿产、黄金、白银、铜矿。那有一些是加拿大的公司，有一些是加拿大美国的这个合资，有一些根本就是美国的企业。那因此，我们在美国的时候，你都不感觉说，加拿大的存在，因为加拿大真的是美国最近的小弟，甚至真的某种程度心理上都变成是美国的一部分，因此，在整个过程当中，加拿大人会觉得川普对加拿大的态度是最不应该的，因为从头到尾，我们比英国比你还要更贴近你，跟你在经济上、安全上。以及价值观上、外交政策上这么的一致，结果呢，现在你来对我们这样子的侮辱，我觉得卡尼上来就是表现出他理清楚了这些是美国需要加拿大，就跟美国需要台积电的先进制成的产品一样，加拿大是有筹码的。那他就看到了中国大陆在去年1整年的关税战的反制的作为，让美国乖乖的。为什么？因为稀土跟关税的反制让美国没有办法，可是加拿大发现到，其实它也有这种类似的效果到后来伤害的是美国。那当然，卡尼这一次表现出来的很特别的就是他点出2个点那一个是成功的点出，
一个是我画一个大的问号，一个就是他成功的点出这个世界秩序格局已经改变了，对，也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两强G2体制，而中等国家他点出来必须团结，但必须团结并不代表能够团结，能不能有第二点我会很质疑的，卡尼所谓呼吁的，我把它叫新西方，也就是美国之外的其他的这些欧洲或者是西方国家，包含日本、韩国，能不能团结？能不能真正有新西方？我上一节讲得很清楚啊，你在军事安全层面根本不可能。你一切回到一个多极格局当中，你安全才是核心。当你不可能的时候，你新西方也只不过流于话语，流于外交，流于在贸易政策的铺陈上面的一种说法而已。但没有问题，这还 OK。可是呢，它真正到最后还会有一个关键，就是那新西方的领导人是谁呢？加拿大。我觉得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卡尼可能在言辞上激励大家，让很多人加拿大从来没有这么的骄傲过。面对美国的时候，棒球、冰上曲棍球，东东都是美国的联盟，哪有一天突然发现到我加拿大是一个这么有值得骄傲的主权独立国家？但是呢，是不是会仅止于此？他不可能成为新西方的领导人的。因此，新西方最后能不能真的出现？以及能不能够去有不同的政策，这个大概都会接下来地缘政治的很有趣味的剧码。好，新西方这个概念出现，那这个卡尼他号召中等国家必须要站出来，在安全上、在经济上或许可以啦，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已经开始加速跟中国大陆、跟印度啊、南方共同市场签自贸协定，但是在安全上或许还是得要靠美国。去美化潮流有没有可能真的成型？吕舰长怎么看？我们来看啊，有关于这一个卡尼的这个演讲啊，其实呢，真正的触动了人心。什么样的人心呢？就是川普无底线的对全世界霸凌，那也就是全世界现在掀起的，也就是去美国化的一个全球现象啊。那其实如果我们注意卡尼的演讲，他在前面1/3讲的是法语，所以他其实还有一部分诉求的是法国，然后他法语讲了1/3之后，后面全部讲英语。重点在哪里？重点他在讲说，其实他今天谈论的是世界秩序的断裂。这个断裂提的是什么？也就是一个大国竞争的时代，然后之前这个大国就是美国，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正在褪色，强者什么都想做，那弱者呢？那实际上来讲，只能逆来顺受。然后他进一步的告诉大家，如果中等强国没有团结在一起的话，那就是不在餐桌上，就会在菜单上面。这个其实也就是一记的警钟啊。那这一个部分呢，那其实它另外我们看到，太平洋的另外一岸，也就是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他也完全的赞同卡尼的这一个讲法。那其实艾班尼斯这个人，我们大家观察这么久，他是比较内敛的，也就是他对于美国的种种措施，他通常都是要不保持严肃，要不然呢就是淡淡的微笑，他从来不说什么。那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财政部长可不是这样啊，他怎么怼这个卡尼的？他说：“前几个月我们不是才一起对中国大陆加税吗？这会儿你怎么变得跟中国在一起了？可是跟中国在一起的还真的不是只有才刚刚造访过中国大陆的卡尼啊。那接下来英国的总理首相也要前往中国大陆。那接下来之前还有对于中国各种批评的。”德国的总理Merz，他也要去，而且他已经先说了，中国凭借着战略远见，以跻身大国之列，这个也就是再一次强调 G2 已经成型，那中等国家必须要结合在一起。好，谢谢吕舰长。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
球观点，敬请